好，環球大亂線要繼續跟三位專家來探討請教。這次川普總統跟習近平主席非常重要的一通電話，裡面有一個關鍵的訊號呢，被媒體給捕捉到了，就是川普說：“我與習近平個人關係非常好，而且未來3年呢，美中會有很多的正面成果。”意思就是說啊，他要把這個第2任期哦，未來很多機會都要跟中國這個好來好去的一個感覺了。與此同時，中國第14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呢，突然舉辦了一個臨時的加開會議。原本外界預期呢，是不是要正式處理這個已經被立案審查的2位軍方高層張又俠以及劉振立呢？結果沒有，這一次公告確實處理了人事，但不是這2位。那敏感的軍方核心呢，這個就先按下不表，先按兵不動。外交事務期刊就指出，為什麼習近平會選在這個時機點，然後對軍中最高層張又俠動手？那答案呢，可能就是外部壓力現在正在下降，認為說現在呢，台海因為川普是採取一個對台灣的冷處理模式，所以習近平呢才凱正的這段時間開始對軍方裡面一些跟他立場不合或者是做錯壞事的人來動刀了。那我們就看到這個川普就說，習近平是中國唯一的老大，他用 boss 來稱呼習近平啊。那這個肅清軍中的核心，是不是真的跟美國的總統的態度有關嗎？還是說這個時機點就是中國來處理軍中高層一個最好的一個時機點？這一次的人大常委會不處理劉張2人的考量背後有哪一些可以觀察的指標？我們先請教委員。這些媒體有時候都亂講哦，好像美國跟台灣軍隊有多了不起啊，對中國大陸有威脅，所以就美國哈这個不介入的時候，台灣這個不敢動手的時候，趕快趁着習近平才敢去調整他的解放軍的人事，根本就是鬼扯嘛！你聽說是鬼扯，台灣有什麼本事？說難聽一點，你美國在西太平洋有什麼本事？諒你也不敢怎麼樣子。當然，解放軍這個內部的一些人事上的不穩定不是好事啊。對，啊，正面的來講就是說，習近平看到有問題，立刻鐵腕整治，這是正面的。但是負面的是說，怎麼這麼久了，建軍這麼久了，都還有這種問題啊？不過這個應該說，這個比一比啦，美國也不遑多讓啊。怎麼說哈？我算給大家看，這一次川普一上任，開除了誰？開除了美國參謀首長、海軍作戰部長、空軍副參謀首長、軍法署長、空軍軍法署長、陸軍軍法署長，其他未公開具名的高階軍官15個。請問你規模也不小啊？所以也是多，所以2個人哦，難怪說我們是好兄弟，是做法差不多，整數軍中的做法差不多哈。但是因為這一次的人大常委會，大家以為要處理張又俠跟劉振立，就處理幾個軍工系統裡面的人，3個都是軍工系統嘛，而反而沒有處理到他們2個軍事系統的人。那這個當然覺得說，是不是因為立案審查調查還沒有告一段落啊？還有其他在處理當中。那到底張又俠是犯了什麼天條？對，這個外界傳言紛紛了哈。當然有人講說他在軍中搞反習集團，那有，我是比較輕微認為他抗命啊，抗命。那到底抗什麼命會這麼嚴重啊？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哈，都子彈還在飛，不是讓子彈飛一飛，而子彈一直在飛，是還在飛，還在飛哈。那所以《紐約時報》說這個是個系統性重組，是應該講說系統性的重置，跟手機重置一樣，這規模可能還真的不小哈。而且軍方也的確啦，前段時間已經有火箭軍啦、裝備部啦哈等等，都有很多人被調整職務，是。怎麼會不穩定到這個地步？到底哪一環出了問題？我覺得習近平應該放在心上，也在考量該怎麼改變。我們就延伸哦，《紐約時報》講到，這不是權力鬥爭了，而是已經是系統性重組了。因為3年前，中共的軍方大概有30名的上將、中將，掌握着火箭軍、裝備發展部還有戰略支援部。3年後，只剩下7個人在第一線啊，這個已經被刷掉一堆人了。這樣的大刷洗、大肅清。很多人說這是刮骨療傷哦，很痛，但是是必要的。但真的是如此嗎？也有人認為呢，這會造成權力真空跟這個軍心渙散，那會推遲解放軍原本計劃要執行的目標跟推進時程，都會因為
軍中的這些高層不斷的被整治換人又落馬這樣子，一直不斷的等於是糾結在裡面。想問一下李將軍，從軍業的專師角度來看，你認為這次減這個肅清啊，還是說這幾年的肅清來講好了，對於中共解放軍的戰力究竟是被削弱，還是一個排毒成功的狀況？我們這次这個你看，有30個，才3年的時間，有30個中上將被清洗掉，只剩7個人，大概80%都被清洗掉了。真的，可見得這一次，這次軍委這個7個軍委來講的話，已經被這個清洗掉5個，只剩下習近平跟另外1位而已所以說，可以說習近平這一次整頓軍隊是一次最大膽的行動，也是一次最徹底的行動。那之後，大家傳出很多的這種風聲了尤其是說張又俠在軍中這個位高權重，而且人脈很廣，而且這個深得軍心那這次張又俠落馬，當然會引起很多的謠言啦，甚至於說是軍心動盪不安或者是說派系的互鬥或者甚至於更嚴重的，有時候會不會發生政變？這個大陸來講，元老級的這些政治人物拱張又俠出來要鬥倒習近平等等，這些謠言都傳出來。但是我認為這次已經平息下來，習近平已經穩定下來了。這是誰認證的呢？是川普認證的，因為川普說。習近平是中國唯一的老大，代表說川普很清楚，這一次這個大陸自己軍隊的內部來講，習近平這次進行完之後，他已經徹底的將軍心穩定下來。但是我們看一下這30個人都是哪些單位的，你就知道中間的這種 money 在什麼地方。第一個是火箭軍，火箭軍是最肥的單位了。沒錯。第二個是。這個裝備準備部就是負責採購東西的、買東西的。戰略資源中心也都是這種高科技或者是他們預算都很多，反而你沒有看到什麼戰鬥部隊沒有被整肅到可見得我認為說這次這個習近平說是整頓反貪腐，那我認為確實是整頓反貪腐，是不是這些單位火箭軍裝備發展部戰略資源的這個部隊來講的話，因為他們比較多的這種預算或者是經費比較能夠有機會上下其手，所以說我認為這次如果說從這幾個單位被整頓看得出來，我認為確實是整頓反腐敗，反而是戰鬥部隊來講的話，包括各戰區沒有被整頓到，那所以因此我認為說是習近平這次確實是能夠這個刮骨療傷將這些肅清乾淨，但是會讓他這個權力。對軍隊的指揮權力鏈會更集中，因為作戰不是光講一個人作戰了，他是講一個集團譬如說是你的參謀指揮中心是不是都健全？那如果說有參謀指揮中心來講的話，那當然就可以有效的遂行作戰指揮。所以我認為這次解放軍這次整頓來講的話，對於習近平是讓指揮鏈會更集中。好，張又俠等人的落馬呢，真的是各種傳聞滿天飛啊！當然。當中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得到證實的，都是被特定的平台、特定的媒體反覆放大、刻意在渲染。畢竟解放軍內部我們都知道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生態裡面的事情可能只有他們自己人知道真相。但是現在一有這個比較軍中高層出頭，然後各種謠言四起，感覺有人就在背後等待這個機會。那究竟這個說法是空穴來風，還是抓準一個機會，典型可以來做網軍跟認知作戰的好時機來了？那看到解放軍現在內部這麼混亂，背後最大的受益者，賴老師覺得會是誰？我覺得解放軍沒有混亂了，沒有混亂，那是外面人制造出來的。一個在台灣是綠營的，就借這個機會來炒作，然後其他國家的，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就是各個媒體想辦法在房間裡面去想象，然後去想拳鬥的那個好萊塢的電影把它寫出來。其實這個都反映出他們太不了解中國大陸了啊！習近平是何等人啊？他的父親原來在西北就是軍政幹部，而且是非常高階的，事實上就是西北的一把手的軍政幹部。這第一個。第二個，不要忘了他在去讀清華大學的時候是鄧小平，鄧小平也是軍政幹部啊。鄧小平在軍方的資歷有多深啊？所以鄧小平特別提拔。然後讓他去考清華大學，
更不要忘了，他清華大學畢業的時候是到軍委會當耿驃的機要秘書啊。耿驃去核死人了，耿驃是中共在當時軍方的戰將之一啊，他也是軍委會的秘書長，他在當他的機要秘書。那你可以看到他跟軍方的淵源有多深，這是第一個。另外一個就是他是中共黨內啊，就是各地方幹部中，他是唯一同時具有軍人身份的。一般的這些文官都沒有軍人身份，但習近平有，那就是因為他跟軍方的這個淵源。所以我覺得太不了解這個大陸的整個歷史，共產黨的歷史太不熟悉了。讀共產黨的歷史要花多少年啊？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解放軍所建立起來的黨指揮槍，這個已經成為他們的信念，這個信念沒有人敢推翻。有人說林彪當時也不敢推翻黨指揮槍，這已經成為他們血液裡面的一部分了。是，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你說啊，他們要反習派，習是總書記啊，那你反總書記，你等於是反黨，反黨是叛國啊，在他們來講是動搖根本，這動搖根本的。這個大陸的官他有一些，尤其是軍人，有一些可能會涉及貪腐，可是大陸的軍人要叛國不多。保證不多啊，這一點我覺得在基本上來說，那個都是在空穴來風。另外一個部分裡面，我倒認為啊，我覺得貪腐的問題，在習近平上來之後，他對貪腐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已經退休了10幾年了，然後最後還是被抓走，並不是因為他退休以後才貪腐，而是他在任內的時候他貪腐，然後被秋後算对。被抓到了，那就是隨時把他帶走。所以我個人覺得，因為他當時在18大的時候有畫出一條線來，也就是18大的時候啊，你有貪腐過的，你就必須要去說清楚，要寫下你的貪腐的事件，然後你要把你貪腐的錢都繳出來。那繳出來以後就從輕處分。可是你如果18大你沒有誠實的交代你的既往，那抓到了就嚴懲，所以問題就在這裡啊！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被抓？就是因為他18大之前他貪腐，他沒有坦白從寬。那18大之後貪腐的，他就會寫18大之後還繼續貪腐。那你看他們的語言用語，新聞一定會加這段話：18大之後貪腐的，就是說是新貪腐的。如果沒有加這句話，那是代表他當時沒有自首。非常區分的這個區分的很明白，壁壘分明這樣子。對，好，待會我們最後一段討論呢，要講人民幣的話題哦。這個金融戰略，數字人民幣2.0會是一個好辦法嗎？美元霸權該怎麼接招？我們接着稍後討論。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